成片跟劇本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劇本上寫的是我們會先看到那個门下面是有連着2個手榴彈的，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它是会爆炸的，但是人物是不知道的，觀眾是領先人物的。但是在這裡維伦紐瓦直接把那個情節刪掉了，所以他做的跟希区柯克說的懸念是不一樣的。他做到的是前面給到了你一些提示，一些不安的提示。OK， 那我們今天還是继續这个邊境殺手，大家都愛的邊境殺手我們今天看的是開場戲。首先，這個邊境殺手的英文原名 Sicario 就是殺手的意思，在成片當中也用字幕解釋了墨西哥語中 Sicario 就是殺手。其實他說的這個殺手，你要直觀的去理解是誰的話，其實就是最後把大反派殺了的那個殺手亞利杭德羅。所以在原劇本當中，第一場戲就出現了這個殺手亞利杭德羅。在成片當中，這個殺手是在 Kate 接到了這個任務，跟隨 Matt 進入了這個所謂的專案組之後在那時候 Kate 上飛機的時候，那個殺手才第一次出現。其實那場戲拍的也很好。Kate 接到任務的那場戲，我們在第一期視頻當中聊到，維倫紐瓦導演是通過把 Matt 延遲出現的方式來實現對他的強調。Kate 第一次與這個殺手見面的時候，導演也是同樣延遲了殺手亞利杭德羅的出現。延遲是因為場次的設計是從 Kate 的視角出發的，這個我們到後面可以再去細說。就是這個殺手亞利杭德羅在海邊，相當於是在審訊一個人，殺手有一些內心獨白，大概意思是他要這些毒販付出代價。我們就不去看了，因為這場戲在成片中被刪掉了。直接跳到這場戲的最後，我們看到亞利杭德羅站在海邊，海水齊腰深，陽光正烈。下一場，昨天，一個藍色的眼睛充滿屏幕，像海水一樣藍。這兩段文字銜接，我們就感覺很有畫面感。後面一隻藍色的眼睛，前面是藍色的海洋，那可能直接一個疊畫就可以實現轉場。眼睛眨了眨，我們幾乎能感受到一陣微風，意思是我們離眼睛非常近，其實就是形容一個大特寫謝里丹的劇本念下來，你會覺得他還是挺文學化的，寫的很有畫面感。稍微了解一下他其實也是一個比較傳奇的人。他早些年好像是先做演員，後來他覺得自己演的那些電影都拍得太差了，然後他就想拍自己的電影，就開始當編劇寫劇本，大概是這樣的一個人生經歷。接着往下，女人的聲音，它是低語的，類似耳語的，自言自語的那種感覺。我們在天上的天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王國降臨，這是禱告詞。然後一道白色的光散開，眼睛消失在擴散的白光之中。這裡寫的也挺好，繼續在禱告。兩扇門打開，我們看到12個剪影，個個全副武裝，槍口朝上。攝影機離這個女人的臉是如此之近，幾乎就碰到她了。她的嘴唇還在繼續念禱告詞。這裡為什麼是剪影呢？可能是因為外面的光太亮了。攝影機此時還在車內，因為前面也說了一道白光，那應該就是車窗外的光。現在門打開後，從車內向外拍是剪影。我們在一輛特警的突擊車裡，車正快速的後退，猛地衝過柵欄，最後停在了一棟破房子的院子裡。他們都起身跳下車，這場戲結束。按照編劇寫的，這場戲是發生在車裡的交代了這個女人，她在出任務之前在車上一直在禱告，她是一個基督徒。下一場外景標明了地點，鳳凰城菲尼克斯。我們就在這個女人的背後，她一邊跑還在一邊禱告。她後背的背心上寫着 FBI， 她的名字是 Kate Macy。 她繼續在禱告。劇本到這裡，我覺得我們能看到 Kate 是一個虔誠的信徒。另外一點就是她這個禱告怎麼拍呢？如果是我可能會把禱告單獨錄音處理成獨白，壓在這些動作的下面。這個獨白可能是有一點回響的感覺，像聖音一樣，甚至這個獨白聲音可以蓋過其他現實的同期聲音。畫面上他的嘴型可能是有幾處是對得上獨白的聲音的，大部分時間其實對不上也可以，甚至有獨白的時候他的嘴不動也是可以的。繼續看，他們到達了門前，一把霰彈槍轟開了鉸鏈，鉸鏈像吊橋一樣墜落。這裡寫的也挺好，這些比喻。繼續禱告，禱告詞說的越來越快了，想要在他殺人或者他被殺之前趕緊念完這個禱告詞。特警隊衝進去大叫着，輪到 Kate， 他也跑進破爛的門。這場結束，這場戲是在室外一直到剛突破門的時候結束，主要還是在拍
Kate 在禱告。下一场內景還是在剛才那棟房子裡面，現在已經到了走廊了，整個場景比較混亂，他加快語速。這句禱告詞最後插了一句趴下，就是警察抓人的時候经常說的，也就是他沒念完禱告詞已經遇到了敵人了。2個拉丁裔男人20多歲被猛摔在地上，突然不知道從哪又冒出另外一個，衝向一個穿着 FBI 背心的非裔美國男子，電擊槍打了一下他的脖子，他全身麻痹向後倒下。這裡編劇形容了一個人物是非洲裔美國男子，是個 FBI 跟 Kate 一邊的。Kate 開始往房子更裡面走，經過一個開着門的臥室，他眼角的餘光看到一個男人正舉着霰彈槍瞄準他，他低頭躲閃的同時，霰彈槍在他的頭頂上方10英寸的乾牆上爆炸。他轉身把攝影机抵在牆上，我們從他肩膀注視着他反擊，彈殼如同公雞尾巴一般拋出，不斷地擊中他。是指對面這個男人。男人倒下，一顆子彈擊中他的臉，鮮血、大腦和頭骨碎片像彈片一樣在他身後的牆上炸開。腎上腺素像發熱一樣擊中他，意思是說 Kate 一下非常緊張，這是發生在幾秒之內的事情。他感到暈眩，坐在牆邊大口喘氣。一個特警過來問他：“你中槍了嗎？” Kate 說：“我很好。”特警隊員看了看乾牆上的洞，這個洞是剛才 Kate 躲過的那一槍炸出來的。他向前俯身湊近了看，這是什麼東西？他的臉剛開始離這個洞只有幾英寸，但是突然跳到後面，好像被蛇咬了的那種感覺，跳了一下的感觉。什麼東西？我們看到他看的東西，其實這就是一個主觀視角鏡頭，鏡頭就是從這個特警隊員的位置去拍。一個男人的頭骨，乾燥的皮膚像玻璃紙一樣陷進骨頭裡。這個編劇他的比喻都是挺有想象力的。Kate 站起來，轉過身，看到這個東西，想弄清楚到底是什麼。他走過來，開始撕扯這個乾牆，然後另外一些隊員也過來幫他。他們在牆上撕開了一個6英尺大小的洞，然後後退，一言不發，已經驚訝地說不出話來了。屍體並排站立，石灰綠色的灰塵灑在地板上，整個房子就是一座墳墓。好，這一場又結束了，結束在他們發現了很多的屍體。這一場是 Kate 參與了行動，殺了一個罪犯，同時意外地發現了這座房子藏了非常多的屍體。下一場到了外景， Kate 坐在門廊上喝了幾口水，水在嘴裡含了一會兒，然後吐出來。這個動作應該是在漱口，可能是吐過了，看到乾屍的生理反應。另外的特警队員也是這樣，場景太惡心了。FBI 特工 Reggie 30歲，非裔美國人從房子裡走出來，同樣忍着惡心，坐在 Kate 旁邊。Kate 的對白 ，Kate 先開口說：“這味道就是散不掉，一直跟着你。” Reggie 說：“抱歉，我沒有掩護你，我在前廳忙得不可開交。”他說的這個就是 Kate 差點被打那一下。前面劇本上寫一個特工進來問 Kate 有沒有被打中，應該就是這個 Reggie。還有前面特警剛進門，有一個不知從哪衝出來的罪犯衝向一個非裔美國特工，然後被電擊槍擊倒，這個人應該也就是這個 Reggie。因為如果要按照劇本拍，那邊是要強調出這個人的，沒必要再多出來一個角色。所以前面劇本上2次描寫的非裔美國人應該都是他，只不過編劇沒有在那2處去介紹他的名字。他在這裡主動跟 Kate 說沒掩護他，說明這個 Reggie 還是蠻好的一個人，也不知道他們倆的關係是什麼。至少我們剛開始讀劇本讀到這兒的時候，你會打個問號，這2個人是男女朋友嗎？他們倆還是別的什麼關係？我們都不知道，或者只是普通的戰友情，或許也可以，比如2個人共同經歷過一個什麼事件，也沒什麼問題。Kate 的動作點點頭說我看到了。他看到很多的警車在街上，然後他發现鳳凰城的凶案組的偵探蘭斯45歲正朝他們徑直走来，這是一個新的人物。蘭斯的對白：借給你們突擊車，你卻還給我們30幾個凶殺案，我真的應該朝你噴這個胡椒噴霧。說話挺直的一個人。像这種台詞可以嚴重也可以是開玩笑，他全看這個人物他在這個戲裡，如果他跟 Kate 關係很好的話，那這個可能就是一個開玩笑。那如果是公對公的話，或者說這個蘭斯這個人本身他就很暴躁的話，那可能他就是真話，他就不是開玩笑的語气。Kate 没有在意，他的对白是真的是太臭了。那可能從 Kate 的回答來说，應該2個人還算是有一些交情，在工作上經常打交道，哈哈，又不需要你來收拾這個爛攤子。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說，那肯定是我要來收拾了，你只管發現擦屁股的是我。Kate 的對白
30個家庭失去了他的父親，你還在這笑，你就是擔心這個案子影響你過周末。蘭斯有點不開心了，開始要飆髒話了。Reggie 立馬站起来，站在了蘭斯面前，打斷他說：“我沒聽清楚你剛剛說什麼。”蘭斯强壓他的怒氣，走向房子，丟下一句話：“把你的人都帶走，現在這個是我們的凶案現場了，他是鳳凰城的凶案組。” Kate 說：“現在是你的凶案現場，是因為我給了你，是因為我發現的。”一般來說，編劇寫了這個大寫字母都代表語氣比較重，比較強調。其實從這個對話來看，他們之間應該已經是比較熟悉了，至少工作上經常打交道。如果不是之前出現過這樣的事情， Kate 不可能張口說蘭斯就是覺得案子影響自己過周末。他們的性格互相之間應該都是了解的。Reggie 問有沒有可能他們把這些案子合併成一個， Kate 說不可能。Reggie 說看。 Kate 轉身看到了 FBI 的地區主管 Jennings， 50岁，对他的这個形象有個描述：寬闊的肩膀，方下巴，皮革般的皮膚。他旁邊是副局長 Phil， 40歲，禿頂且瘦削，看起來像是一個數據分析員。Reggie 的對白說：“你在凶案現場見過他嗎？” Kate 說沒有。這句台詞背後的意思其實就是這個事兒應該是大事兒了，局長都親自出面了，因為他以前都沒有在凶案現場出現過。那可能這次是死的人太多了，屍體太多了。Jennings 和 Phil 已經走到他們面前。Jennings 的對白問 Kate：“ 你還好嗎？” Kate 回：“我還好。”這裡我覺得應該是寫錯了，應該是 Jennings 的對白，帶我轉轉。這場結束了。這場是把 Kate 和 Reggie 這兩個人物的關係寫得更明顯一點了，同時引入了局長 Jennings。然後到下一場內景，乾牆已經都被拆掉了，露出來有10幾具屍體，驗屍官移動屍體，偵探在拍照。現場的氣味令人作嘔。Phil 的对白看起來像是索諾拉集团。Jennings 动作點點頭嘆氣。Jennings 問驗屍官一共有多少屍體，驗屍官說從這裡到大廳有30具屍體，閣樓和地窖還沒有查看。Jennings 對 Phil 說給華盛頓司法部打電話，讓他知道我們發現了什麼。Phil 點頭，掏出他的電話到旁邊去打電話了。下面繼續 Jennings 的對白：這房子也是迪亞茲的房子之一吧？ Kate 回沒法聯繫到他，但確實是他的房子。這句對白意思是這房子應該是這個迪亞茲名下的，但是還聯繫不到他確認。Reggie 感覺要吐了，感覺撐不住了。Kate 說你出去吧，沒關係。Jennings 走到牆邊，他看着那些屍體的臉，特別是其中一張由於鹼液和樹葉的腐爛而染成灰綠色，他的嘴巴張得大大的，眼睛閉得那麼緊，眉毛上布滿了皺紋，仿佛他正在永遠承受着死亡的痛苦。這段描寫也寫得挺好。這場結束了。這場是一些信息递進。我們知道這個房子是迪亞茲的，這些屍體可能是索諾拉犯罪集團的作案，並且還有就是詹寧斯已經向華盛頓的司法部做了報告。下一場外景還是在這個房子的後院，我們看到一個車庫，它左邊是一個儲物棚，一名警官正從其中把一些垃圾、一些箱子扔出來，扔在车道上。扔完垃圾，看到了鋪着橡胶墊的地板，然後拉開這個橡胶墊，他發現一個3英尺見方的一個胶合板鉸鏈在地板上鎖着，大概意思是說這个棚子下面應該有個地窖，門是鎖着的。然後是這個警察對白，他說我需要斷線鉗，有人遞給他，鎖被剪了。警察蹲下，把門稍微抬起來，打開手電筒，從縫裡往下看，下面是編劇的提示：我們在這個膠合板下面。手電筒的光射在我們的眼睛裡，意思是說把攝影機放在地窖裡面向上仰拍，隨着這個門被拉起來，可以看到左右兩側有鈎子連接2根電線，門拉起來，電線就被拉得越來越緊，順着電線看過去連接這2個手榴彈，也就是說你把門全拉開之後，手榴彈就會被拉開了，就會爆炸。這場戲挺有意思啊。這場戲最重要的是表現這個房子的後院的地窖裡有2顆手榴彈，而警察目前還沒有發現。但是編劇在這裡寫的是讓觀眾先發現了，因為鏡頭給到了手榴彈。接着往下看，上一場看到手榴彈就切走了，切到內景 Jennings 和 Kate 沿着走廊走去， Jennings 停在剛才 Kate 槍殺的人的旁邊。這時隔着走廊盡頭的紗門看到警察都往儲物棚那邊跑。 Jennings 的對白，他說 PD 發現了什麼，就是警察發現了什麼。 Kate 和 Jennings 往外走，陽光正烈，警察打開地窖的膠合板的門，電線被拉緊了，我們聽到一個 click 的聲音，應該是手榴彈那個安全環被拔掉的音效。下面是爆炸，2名警察被炸得灰飛煙滅，灰塵碎片、煙霧和人體的碎片像波浪一樣滾向 Jennings 和 Kate， 將他們吞沒。
我們的整個事件充滿了棕色的雲彩和尖叫聲，意思是鏡頭裡面充滿了爆炸的灰塵。然後下一场变成了迪亚兹家的内景，这個大的開場戲在劇本上就結束了。在希區柯克的訪談中，他提到 suspense 懸疑和 surprise 驚喜驚訝這兩者的區別。他的原話是這樣說的 ：Four people are sitting around a table talking about baseball, whatever you like. 5 minutes of it, very dull. Suddenly, a bomb goes off, blows the people to smithereens. What do the audience have? 10 seconds of shock. Now take the same scene and tell the audience there is a bomb under that table and will go off in 5 minutes. Well, the whole emotion of the audience is totally different because you've given them that information. Now the conversation about baseball becomes very vital because they're saying to you, don't be ridiculous, stop talking about baseball, there's a bomb under there. You've got the audience working. 他的意思总結下来 surprise 与 suspense 的区別就是觀眾是否知道炸彈在桌子下面，如果知道就是觀眾領先人物，如果不知道就是觀眾沒有領先人物。現在編劇寫的是按照懸疑的寫法，讓觀眾先於人物知道了炸彈的存在。在炸彈沒有爆炸之前的時間，觀眾會一直替人物揪心，緊張着，擔心炸彈會爆炸，這就達成了導演掌控觀眾情緒的目的。其實懸念這種方法是我們常見的，比如無恥混蛋的開場戲，導演用一個垂直升降鏡頭告訴我們猶太人藏在納粹軍官腳下的地窖裡，觀眾先於人物知道，觀眾為這一家猶太人擔心。再比如著名的精神病人，女主角在洗澡的時候危險悄然臨近，她不知道，但是觀眾早已知曉，加強了那個場景的衝擊力。總結一下這個開場戲的劇本，首先是 Kate 在特警車裡出場，一直在禱告。特警進入房間後， Kate 差點被打，因此發現了藏於牆內的屍體。而後 Kate 的領導 Jennings 出現，最後使後院地窖爆炸，炸死2名警察。整個開場戲的動作性比較強，這裡面除了 Kate 以外，還點名了一個非洲裔美國人，也是 Kate 同事，非常關心 Kate， 叫 Reggie。 整場戲動作性比較強，最激烈的是 Kate 反殺，最提心吊膽的是後院地窖裡的炸彈。我們來看成片，從前面場標出現的時候就一直是有一個音樂，有點懸疑感，有點緊張感的鼓點。先用字幕介紹了 Sicario 這個詞，在墨西哥 Sicario 就是殺手。第一個鏡頭大全景，在一個非常空闊的沙漠上有一個小鎮。通常來說，我們看到這樣的鏡頭，它是交代事件發生的地點，這應該是最常見的作用。字幕交代這裡是亞利桑那州的錢德勒，音樂此時越來越大，現在變化出現了，從畫右開始進來了持槍的特警。就他這樣拍好在哪兒呢？就你本來以為這是一個單純的空鏡頭交代地點，但是它突然出現了人，人開始驅動着攝影機由靜止開始運動。就我們說的攝影機運動的理由就是這個入畫的人的運動。我們最開始其實視覺上是沒有什麼焦點的，因為這是一個空鏡，非常深的景深，幾乎沒有人，又是深焦鏡頭，你可以去關注這個畫面中的任何一個部分。但是當右側的這個人出現了之後，你立馬就會聚焦到運動的人身上。這其實也是符合我們前面一直說的，就是要讓人物動起来，人眼會天然的去捕捉到那個畫面中动勢更大的元素。這個元素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有的人会去挑說遠處有一個很小的一個人在遛狗，我覺得這個屬於過度解讀。就是假如說這個你要去挑的話，其實導演完全可以在下面安排更多的人表現這種小鎮的祥和。我覺得這個不需要過多的去考慮這個，你只需要知道這個方法，你可以直接拿來用就可以了。就是先拍一個空鏡，然後突然一個人入畫，帶動着攝影機運動。本來我們以為平常的鏡頭因為前景出現了運動而變得不平常，如果這個人物不是直接入畫，那肯定我們需要再用一個鏡頭去交代他入畫，就是
就是这個特警，或者他直接就切到下一個鏡頭，他就已經在畫面裡。但是現在這樣拍就非常省力，相當於省掉了下一個交代的鏡頭。先是跟住這兩個人，鏡頭在向左搖，在比他倆更接近鏡頭的平面上又出現了一個人，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層次。原先這兩個人出現的時候還是兩個平面，他倆一個平面，背景算一個平面，然後再加上這個人，一個畫框內已經是3個平面了。機位同時也在向左動，不光是搖鏡頭。過來之後更好看的是，原來這裡已經埋伏了狙擊手了，並且我們還能看到遠處在這個房子的旁邊已經有特警在靠近。這裡有趣的是，正好跟我們上一期視頻裡說的沉默的羔羊形成一種呼應。在沉默的羔羊裡面，在結尾處也是 FBI 要進去抓人，但是那個導演他用的方法是每一組從不同方位靠近房子的特警他都會拍，他是把攝影機放到了很靠近這些特警的位置去拍。但是在維倫紐瓦這裡他選擇了簡化，他只用一個鏡頭就交代了，而且他在這一個鏡頭裡做出了很多的層次，把人物擺放到了這個畫框的不同的位置，按照一種審美的需要，按照一種構圖的需要，一種造型的需要。邊境殺手這種拍法和沉默的羔羊那种拍法孰優孰劣沒有辦法判斷。你可以說邊境殺手這邊他不需要去突出特警隊的某一個人，所以不需要攝影機靠近去拍，但實際上在沉默的羔羊裡，那些特警隊員他也不需要去突出，不需要讓我們看到特警隊員是誰，這些人他從來都沒有出現過，他只是一個群演。但是導演選擇這麼拍，這麼拍也沒有什麼問題。當然你可以說是他是為了內外的交叉剪輯，然後故意要拍很多的鏡頭，也可能是那個原因。也有一個原因就是在邊境殺手這裡，它需要現在是一個敘事的過程，積聚能量的一個過程，積聚勢能的一個過程。在這裡它要是一個安靜的節奏，那在那邊是一個相對比較高潮的一個段落，也可以這麼理解。如果在邊境殺手這裡用沉默的羔羊那種方法去拍，把特警的這種小心翼翼的動作拍出来，其實不影響它是積聚勢能的作用。所以就是這兩種方法你可以有一個直觀的对比，你可以去思考到底哪种更合適。可以说幾乎是同一個內容的兩種不同拍法，就是因為不同的導演有不同的風格，或者說他對同一個場景有不同的思考，同一個劇本每個人拍出來就是不一樣的。好，切到一個內景，拍窗簾，還有很強的陽光照在上面，也有一些灰塵，在這個簡單的畫面裡也有明顯的光線層次。話外音裡電視機裡的聲音是墨西哥語，原來拍這裡是為了拍到這個光影的變化。特警在經過這個窗戶時暫時性的遮了一下光，在這個窗簾上這個光影就有了變化，非常好看。這個開場跟劇本是不一樣的，劇本裡這場開始我們先看到一個眼睛的一個大特寫，非常藍，就像海水一樣藍。我們前面也說了，它就像一個疊畫的轉場一樣，因為前面亞利杭德羅他在把毒販壓在水裡灌他海水的鏡頭和 Kate 的眼睛的特寫是可以做一個疊畫的，因為海是藍色的，然後 Kate 眼睛這裡也是藍色的，眼睛一眨我們都能感受到微風。從這個形容來看是一個非常大的特寫，就是用現在的拍攝手段可能是用那種探針鏡頭去拍眼睛的大特寫，鏡頭可以離被攝物非常近，但是導演這裡把特警包圍這個房子的畫面提出來作為開場，劇本裡並沒有描述這個場景，這個開場當然是不錯的，我們分析了這個調度。假如說電影一開始沒有交代，就直接是這個鏡頭 Kate 的特寫，可能懸疑感緊張感不如現在這樣把特警包圍房子這個動作先交代出来，這個可以再去體會一下。下一場現在回到了劇本的軌道，一個 Kate 的大特写，但是維倫紐瓦的拍法跟這個編劇寫的很不一樣，編劇寫的是睜着眼睛，眼睛在眨，維倫紐瓦這邊是緊閉雙眼，緊皺眉頭，一個大特寫。Kate 顯得非常緊張，她的狀態一點也不放鬆，睜開眼睛，小的景別內還是做足了光影的变化，一道聖光一樣的光線與劇本上一致。我在讀劇本的時候覺得編劇寫在這裡這道光是有點聖光的感覺，因為他並沒有描述這是這個車的車窗透進來的光線，這種光線就是在物質現實的範疇內做的視聽上的巧思，這就是好的視聽語言。雖然可能在這裡看着並不起眼，比如你拍復仇者聯盟啊，拍阿凡達這樣的電影，鏡頭裡所有的東西你都是可以用特效做出來，那就是不如在物質現實的層面利用一些空間光影構圖等等，將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從而傳遞出獨特的更高一級的審美體驗。再強的光線可能都很難在這個車裡形成這樣的感覺，更何況這裡明顯能看出車內是放了煙的，大概率這是打了燈營造出的聖光的感覺。Kate 看了一眼，然後反打一下切過來，是這個黑人正在看着他，
這個邏輯是黑人先看着他 ，Kate 發现好像有人盯着他，他才看向这个黑人，這就是 Reggie， 這個就是劇本當中寫的非洲裔美國人。我們上一期說的關係鏡頭，比如一組關係鏡頭裡，前面幾個是沒有關係的單人鏡頭，兩個人的分切，但是在後面需要有一個交代關係的關係鏡頭。在這個案例裡面，一個是 Kate 的特寫，一個是 Reggie 的一個近景，他倆中間我們能看出一個軸線來的，但是後面導演加了一個鏡頭。你明顯能看到這個是 Reggie， 這裡是 Kate， 他倆的關係就清楚了，很完整。並且這裡還有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導演在這裡已經將這個 Reggie 強調出來的。車裡這麼多人，只有他在看 Kate， 他們倆有一個眼神的接觸，這與劇本上是不同的。如果按照劇本上來說，他第一次要拍到這個 Reggie 的臉，應該是在電擊槍擊倒一個不知從哪冒出來的一個毒販，那時候才出現他。因為本來片子後面一直都有這個 Reggie， 在這裡先把他拍出來會比劇本裡他晚點出現更好。再看這個攝影，就是把一個比較暗的一個空間，它能給光影做出來，這個光慢慢出現，因為前面特寫鏡頭也出現了這個光。下一個鏡頭，攝影機貼着地面拍前進的路，速度越來越快，接近這個房子，就是我們前面看到的這個房子。突然切到這裡，音樂到達高點後消失了。前面在爆裂鼓手那期視頻裡我們講到過，節奏你一直往上一直往上，要麼就驟降到零突然沒了，要麼就是你再平緩一段再接着往上。現在它是降到零了，降到零了之後怎麼辦？它再怎麼起呢？一般這種驟降降到零之後再起的時候一定是突然撞擊一下，這其實就是跟你在剪輯一些廣告宣傳片的時候是一樣的。在簡短的間隙裡邊還出現了一個電視機的同期聲音。突然一下，特警車穿牆而入，這是一個機位，暫時叫1號。然後從特警車裡拍特警隊員下車，這是車內的機位，暫時叫2號。切過來，在這個室內是換了個機位，跟特警車穿牆而入那個機位有角度上的區別，暫時叫3號。這裡從3號跳到了1號是跳切的，問題也不大。又回到2號機位，然後切到 Kate 的近景，手持鏡頭，臨場感緊張感就有了。這裡切了一個鏡頭，一個毒販在廚房，可能也是被打懵了。緊接着這裡是一個 Reggie 的近景鏡頭，等到出現這個近景鏡頭的時候，其實因為前面已經交代他了，其實這裡就順理成章了。現在又是一個 Kate 的後背鏡頭，手持跟拍，其他人沒有給到近景，因為其他人不重要。切回 Kate 後退面跟，再回到背跟鏡頭，再回到面跟，一個點頭，這裡一個大全景，有直射的陽光進來，有一些光影。在開場戲的這部分，其實狄金斯在一個採訪裡說到了，它是實景和棚景交叉剪輯的。我們剛剛看到的外景是實景，這些內景應該是在棚內搭建的。這裡遵循了實景的一些光線邏輯，先進一個房間一直跟拍，跟隨我們的主角繼續進第二個房間，一開門就切到這裡，這裡突然出現一個人，隨即這個人開槍 ，Kate 倒下，同時開槍。過來測他的脈搏。這個牆上的紅窗簾在他的臉上形成了一個很強的紅色的影子。為什麼是這個紅窗簾？我們前面那個鏡頭看它還是一個黃色的窗簾，那不同的房間不同的窗簾也可以這麼說。但其實我覺得紅色的窗簾更大的作用是在這裡。當我們第一次進入這個房間的時候，我們第一次看的時候，其實容易被這個紅色吸引，眼睛會天然的被紅色吸引。而這一小段落其實它要達到的目的就是讓你突然驚一下。那你首先看到這個紅色窗簾，你的注意力會忽視這裡站着一個人，所以當他槍聲出來的時候會顯得更突然。在殺這個槍手的時候基本上也是一組關係鏡頭的。這裡其實跟劇本上還是有一些區別，劇本上寫的還是比較籠統一點。當這個 Reggie 用電擊槍把一個毒販擊倒之後， Kate 就開始往裡屋去走，他就經過了一個臥室，臥室是敞開門的，然後他就從眼睛的餘光瞟到了有個人拿着槍指着他。那這裡的問題就是編劇對這個特警的這個行動描述的還沒有很詳細。當然這個我認為不是說編劇的問題，就是這個是你導演在拍的時候需要去考慮的。也就是說你需要有一個 FBI 的行動顧問，就是當 FBI 去突破去抓人到一個房子裡的時候，他的行動應該是有一些手勢啊，有一些就像
這個畫面裡 Kate 要點頭，那有人給他打手勢。那我們經常看的，比如說这里这个房间 clear， 那個房間 clear 就是安全，你這些東西是導演需要去搞清楚的，編劇可以寫的比較籠統一點。那所以他編劇在這裡寫的就是說，他看 Kate 經過了這個臥室，這個臥室是開着門的，那導演就需要去考慮，你是按照他這麼拍還是怎麼着？劇本上並沒有寫他這個房子有多少房間，但是在成片當中我們看到這個房子有很多個門啊。成片當中拍的是他先進入了第一個門，然後發現是空的，然後就進入第二個門。那這個我覺得是符合他的，應該是符合他的行動章程的。他肯定要一個一個門慢慢的去搜索排查，而且編劇寫的是敞開門有一個男人拿槍在對着他，我覺得是不如門是關着的男人拿槍躲在門後面。我覺得現在成片的處理是更好的，並且還有就是劇本當中寫到他把這個男人毒販殺了之後他感到暈眩，坐了下來靠在牆上大口喘着氣。但是在成片當中拍的是 Kate 把這個毒販殺了之後，他過來測他的脈搏，我覺得這應該是專業的行動。你不測他的脈搏，你沒有確定他死亡，這顯得很不專業。這裡這個仰拍還是我們前面第一期視頻裡聊過的，就是一個小空間裡帶上更多透視的一個拍攝方法。Reggie 過來問他還好嗎？他們倆有一個戰友情。切過來這個黑人的一個近景，他盯着這個畫面左側的方向看。切回來同一個機位，他哇了一聲，然後 Kate 和這個男的開始往那個方向看，然後又切到一個新的機位，還是一個仰拍。他在盯着這個牆上的洞看了半天，但是我們還是不知道他在看什麼，就是鏡頭沒有切走，機位還慢慢往前推，已經拉長了觀眾的期待，這裡才切到這個機位，切回來了。後景兩個人往近處走，開始扒牆。其實我第一次看這個的時候，在這裡我也沒有立馬看出來這是些什麼，可能按照觀影經驗來說是屍體，但是也並不十分清楚。即使到這裡還是用了這個機位，也是一個關係鏡頭，前景是這些屍體，這裡才出現了一個最正、最明顯、最直觀的一個鏡頭。我們看到是兩具屍體，一男一女，房間內就結束了。再看劇本，劇本寫先是 Kate 在車內，然後寫特警在破門，霰彈槍轟開了鎖，然後進門。但是有一個問題啊，如果特警在門外有破門的動作的話，多少會被門內注意到，其實也就不會打得這麼容易了。現在成片是直接改成了特警的車直接撞開牆，這足夠突然，足夠有力量，這是成片改得好的地方。進門之後警匪對決也是有區別，劇本裡寫的是兩個20多歲的男子被摔倒在地，還有一個不知從哪冒出來的被電擊倒，這裡跟成片也是完全不一樣的。當成片改成了特警車直接撞牆之後，後面就變成了毒販們是在無準備的情況下被警察抓住，也就自然跟目前這個劇本所寫是不一樣的。成片是鏡頭跟着 Kate 一個一個房間的搜索，是讓人代入感變強的。之後是 Kate 死裡逃生，意外發現牆內的屍體，這部分跟劇本是相同的。大家在嘔吐，整個造型擺得非常好。中間部分是 Kate， 然後遠處是這兩個人，然後這兩個人各自的朝向還不一樣，一個在走動，遠處還有兩個人，這個畫面的配重很舒服。切回到房間內的一個慢慢的推軌鏡頭，切回來又是一個好看的構圖，前景處是 Kate， 然後中景是 Reggie， 後景處是這些警員和這個房子。對白說這不是我們要找的人質， Kate 說這肯定是另外一回事了。後景有一個人問 Kate， 司法部長問我們情況，你想讓我們怎麼說？趙石說他這個人物性格跟我們前面一期視頻講的特老實的一個人，誠實的一個人，在官場上其實是很難混下去的。這裡這一段都是劇本裡沒有的，這裡加了一句對白是這不是我們要找的人質，這就把這次行動的目的交代了，行動是為了救人質的，結果人質不在這裡，恰巧發現這些屍體。還有就是加了一句 Kate 要下屬如實交代這裡的情況，這些小的改動看似很小，但都非常有用。切回到房間內，鑑證科在取證，鏡頭搖過來是走廊，走廊兩側是很多屍體。現在從房間內往外拍，這個洞是剛才車撞出來的洞，最前面的是 Kate， 然後後面出現這兩個男的，最後面是 Reggie。
又回到这個鏡頭，其實這個鏡頭我覺得和前面這個鏡頭應該是連着拍的，分開用的。又回到這個仰拍的機位，這個人走在前面，那他的官職肯定是最大的。他們都覺得味道很難聞，然後又切到 Kate 的單人近景，就說明這個事兒對他來說衝擊還是比較大，他的感受比較強一點，才需要給一個單人鏡頭。一個全景搖到一個近景，其實這個鏡頭有點像《寄生蟲》那個開場段落裡的一個鏡頭，從一個全景搖一下變成一個近景，這也是很好的一個調度，因為它通過搖鏡頭實現了一個信息的增加，並且景別也有變化，都是一些很簡單的方法，確實很好看，沒有什麼深奧的東西。就是你要說這個鏡頭有什麼意義，意義就是讓你看到這個屍體的近景，前面這個起伏那它只能表現出這邊有很多屍體，後面這個落伏停留時間比較長，讓你看到這個屍體的痛苦的表情。如果說你只看到這個落伏痛苦的表情的話，那其實你只拍单個的落伏的這個鏡頭也可以，但是这裡他用了一個摇鏡頭，從全景到近景本身就帶有一個節奏的變化，建議這個方法直接照抄。後景的 Phil 說話了，可能是索諾拉集團，然後前景的局長說是的，這裡的台詞跟劇本上是一樣的。Jennings 開始問驗屍官有多少屍體，直接切到這樣一個關係鏡頭，前面是這三個人，後景是驗屍官。在讀劇本的時候，我們會想說，編劇寫這個 Phil 的這句對白的時候，那我不知道你想象的畫面是要給他一個單人的近景嗎，或者一個中景嗎，還是說給這個前景的 Jennings 和後景的 Phil 一個雙人的關係鏡頭？這就是每個導演想象的畫面不一樣。在這裡他直接把 Phil 變成一個後景了，而且焦點還是虛的，它相對來說不重要，它確實是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前面這個 Jennings 的反應，還有就是 Jennings 問這個驗屍官到底有多少屍體，那你可以選擇去拍這個驗屍官的一個中景或者近景，或者說你大概從這個位置拍過去，也有一個縱深，就像前面這個鏡頭一樣，去拍這個驗屍官的回答的過程。但是你也可以像這樣拍，我們說了，關係鏡頭就是好看，信息同樣都能傳遞出來，但是這樣的鏡頭它就是從視聽上更美，從畫面造型上更美。我們說懂視聽的導演和不懂視听的導演是從这些細節上來區分的，誰說話我就拍誰，這個不算是懂視聽。現在的電影動輒幾個億的投資，我隨時可以5個機位8個機位我同時拍，把所有的演員的動作的表情都非常細緻的拍下來，事無巨細一點不漏，然後我等剪輯的時候再挑。至少在我看來，這壓根兒就是不合格的視聽，屬於無能的導演。反打一個關係鏡頭， Jennings 說給華盛頓司法部打電話，這也是跟劇本一樣的。前面在這裡的時候，後景的警察問 Kate 司法部打來電話，這裡應該說的是州級別的司法部，到 Jennings 這裡說的是美國的司法部總部了。他是看到這個事件的嚴重程度，直接提及處理了。這場戲同時刪掉了蘭斯，他的出現也沒什麼用，除了展示 Reggie 護着 Kate， 但其實有很多場戲都展示了這個內容，沒有必要再多出現一個人物了。然後又回到這個鏡頭 Phil 立馬就走了。 Phil 走他必須從那邊繞一下走嗎？不一定的。你看他走過來的時候，他是從這裡開始入畫的，然後他走出去的時候，本來他是可以直走的，這中間沒有什麼遮擋，但他現在是有點繞到 Kate 的背後了，貼着這個黑人了。導演就是為了讓他在這個畫面裡出現，他不出現在這裡也沒有任何問題。但就是說，為什麼維倫紐瓦他視听語言好，這就是一點，因為 Phil 再次出現在這個鏡頭裡，讓上下兩個鏡頭連接更絲滑更順滑，而且在同一個畫面裡完成了 Reggie 想吐的這個動作。詹寧斯問是迪亞茲的房子嗎？詹寧斯這句問句變成了話外音， Kate 回復跟劇本是一樣的。鏡頭以 Jennings 作為前景拍這個走廊，其實你可以理解為這個鏡頭的視線的出發者就是 Kate， 那因為現在機位所在的地方跟 Kate 的位置差不多，然後切過來這個機位你也可以看作視線出發者就是這個 Jennings。 推了一下鏡頭 Reggie 出去了，出來之後變成一個室外的大全景，後景處有一個棚子，兩個人在收拾，在遠處還有一個警犬。切到這個鏡頭平平無奇，但是這是一個向前推的鏡頭，繼續向前推，給了這個地窖的門鎖一個單獨的鏡頭，踢了2下鎖，然後切回來是 Reggie 在看，所以你其實可以把前面2個鏡頭理解成是 Reggie 的視線出發去看的，切回來軸線也是對的。Reggie 又想吐了，切回去鏡頭繼續向着這個鎖推進，對白是需要
斷線前，這時候鏡頭開始動了，變成手持了，而且是一個正背後的特寫的手持鏡头，插入了一個尸体的特写，緩慢的推进，然後以差不多刚才 Reggie 出门的這個機位相同的機位拍 Kate。后景一個警察跑過去，然後後景處 Reggie 出現，原先他是被這面牆擋着，前景是 Kate， 話外音是 PD 有发现，话外音跟劇本上是一樣的，是 Jennings 說的話，就說明了我们前面說的這個機位的視線的出發者是 Jennings， 因為這個機位擺的就是跟 Jennings 的位置差不多，反打回來，然後他們倆開始動，爆炸，鏡頭先是跟着 Kate 走過來向右搖，在這個鏡頭後景處爆炸，然後接內景可以看到 Kate 倒下，然後又接一個全景窗戶上的玻璃爆炸，然後又切回來 Kate 剛倒下這個機位，這個爆炸在3個鏡頭內完成了，差不多在 Kate 起身的時候音樂入，手持鏡頭濃煙彌漫搖出來 Reggie 出現，看到被炸得半死的警察，搖下來是被炸斷的手，結束了。從穩定鏡頭變成手持鏡頭，這個應該是好理解的。爆炸之前和爆炸之後有2種拍攝方式。首先這3個爆炸鏡頭，導演做了一個最重要的選擇是什麼？最重要的選擇就是他把機位全放在了室內。即便說 Kate 剛出門，但機位還是在室內，透過窗戶看到後景發生了爆炸，前景是 Kate， 一個關係鏡頭裡發生了爆炸。第二個鏡頭是帶着窗戶的一個仰拍， Kate 倒下的一個鏡頭，貼着地面拍。就是因為它仰拍有更多的透視，如果你用眼平的視角去拍的話，那你想一下 Kate 倒下之後你就要俯拍了，那這個鏡頭的衝擊力就不如現在這個低角度的機位。第3個鏡頭基本上還是一個仰拍，我們看到這些窗戶，這裡是門，其實 Kate 大概就在這個地方。為什麼拍這個機位？它是為了拍這些玻璃和煙塵，這樣是好看的，也能表現出這個爆炸的威力很大。你可以這樣理解，因為整部電影的視角是跟隨 Kate， 在這場戲裡跟隨 Kate是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我們看到很多的動作片，他們拍爆炸，他們是巴不得7、8個機位全拍的，就是能有多少機器都一起拍，生怕漏掉某個角度。不光是拍爆炸，就是拍一些大的动作场面，就我要很多個機位，我臨時調了5、6台機器、7、8台機器，就是為了在不同的機位同時拍到這個爆炸的一瞬間。這樣的話我們就不用拍爆炸第2次了，這樣的情況太多了。這場爆炸戲攝影機其實可以放在室外，甚至说你回到剛才第一鏡裡面那個山頭上去拍一個大的蘑菇雲都是可以的。但是維倫紐瓦是不一樣的，因為你那樣拍太俗了，就是一個60分的東西。我相信在第一次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應該沒有人會不被這個爆炸所震驚。其實就是我們前面說的，今天技術能做到很多以往做不到的攝影角度，但你全拍就是最無聊的方法，合適的有選擇的拍才是一個導演能力的體現。同樣在這裡面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成片跟劇本有一個很大的區別，就是我們前面說的劇本上寫的是我們會先看到那個門下面是有連着2個手榴彈的，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它是會爆炸的，但是人物是不知道的，觀眾是領先人物的。但是在這裡維倫紐瓦直接把那個情節刪掉了，所以他做的跟希區柯克說的懸念是不一樣的。他做到的是前面給到了你一些提示，一些不安的提示，他借着 Reggie 的視點給到了3個鏡頭，他給到了這樣的推鏡頭。好的導演他是沒有廢鏡頭的，他機位放在這兒，他是有自己的考慮的。我們現在當然知道已經爆炸了，如果沒有爆炸的這個結果，前面這個鏡頭和這個鏡頭它就是沒有原因的，除非說你換一種方式，比如說你一打開這個門，有一個人端着槍直接一頓掃射，也可以是他拍這2個鏡頭的原因。但還有一點他做到的就是當對白說我需要斷線前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不常規的鏡頭，就是拍這個 Reggie 的後背的特寫鏡頭，手持鏡頭。其實你要說有什麼意義，我覺得未必有，但是它給你一種很不一樣的感覺，就是你會直觀的感覺到這裡是不一樣的。因為這個鏡頭視線出發者不是人物，我們找不到任何緣由，那它的視線出發者就是敘述者，它就是讓你感覺到不一樣。第一，這是一個大特寫的景別；第二，這是一個後背的鏡頭，一般它是有一些神秘的，是有一些未知的，這個我們之前其實是屢次提到過的。還有一個就是下一個畫面給了一個屍體的特寫，非常端正的一個特寫，美術做的整個的這個臉部的紋理的感覺，你肯定會生理不適，所以它鏡頭插在這裡就是用作這個原因，就是讓你感覺不尋常，讓你感覺好像不对勁。所以這個是維倫紐瓦和希區柯克的區別。希區柯克所說的懸疑就是按照編劇寫的，先知道有炸彈，我覺得其實也可以。如果說知道有一個炸彈的話，因為開地窖門的不是我們的主角，我們其實也就一般的擔心吧，不是特別擔心。因為觀眾肯定更能共情主要人物，尤其是前面 Kate 死裡逃生，差點被門後面這個毒販給送走，
假如說是 Kate 去開那個地窖門，觀眾也事先知道下面有個炸彈，你就會覺得躲得過初一躲不過15的感覺，會替他有惋惜感，很揪心。就像那個精神病人一樣，當那個男人舉着刀一直在靠近那個浴室，那個女人正在洗澡而不知道，我們其實是在为这個女人揪心，因為前面幾十分鐘我們已經在跟這個女人在共情了。反而像現在這樣處理，我覺得就是突兀感特別強，非常突然的感覺，這可能就是導演想要的這種感覺。還有一點其實跟這個爆炸是相同的手法，就是特警在進入這個房子之後，我們是跟隨 Kate 的視角來一步步探索的，我們觀眾並不是先知道這個門後面藏着一個人，有的導演會先拍一些門後面藏着的人的一些特寫，比如這邊特警在推進，然後另一邊接子彈上膛的鏡頭等等，形成對峙的感覺。但是在這裡導演就是讓我們跟隨着 Kate 的視角進入門後，這個人突然開槍，人物有多驚慌，觀眾就有多驚慌。從邊境殺手開場戲這個段落，我們還是能看出很多維倫紐瓦導演的上乘的調度。第一，他選擇在進入房间的时候直接用車撞牆，比劇本上寫的要開鎖更直接。第二，在開場戲裡也是遵循了跟隨 Kate 視角的原則，他不知道的內容觀眾也不知道，體現在那場死裡逃生的戲裡。第三，導演沒有選擇在前面出現炸彈的畫面，沒有讓觀眾領先人物，讓爆炸這個場景衝擊力更強。第四，即使在拍爆炸場景，導演依然選擇跟隨 Kate 視角，限制自己機位擺放，一直將機位放在室內，這也就形成了獨特的風格。好的，這期就到這裡，我們下次見。